阿娘说找夫婿要找个老实不会招蜂引蝶的，可她忘了我自幼便有些空耳，只听到了后半句，于是我陷入了为难。毕竟京中最招蜂引蝶的有2个，我到底该挑哪个下手呢？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自幼便有些空耳，所以反应也会比别人慢半拍。第一次随阿娘入宫时，便碰上了刺杀。大殿之上，不知谁大喊一声有刺客，当下所有人便慌乱地四处逃窜，只有我脸色未变地向前走了几步。巧合的是，我站的那个位置将好是挡在了陛下与皇后的面前。天知道，我当时根本没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陛下当着所有世家贵族朝臣的面连连称赞：崔国公生了好女儿啊，小小年纪便处事不惊，勇敢无畏，实乃世家贵女之典范。此话一出，我变成了京中世家贵女相邀的热门对象。我常年与阿爹阿娘待在边关，一朝来到京城，为了避免辜负别人的好意，也为了避免被人误解不合群，大多数邀约我都欣然前往。而后我亦是第一次知晓，原来宴会也可以有那么多种理由：赏花宴、吟诗会、品茶宴，各种宴请应接不暇。去的多了，人变多，人多了，话便也多。为了避免因为我空耳而闹出笑话，阿娘便为我想了个办法。笑，既然听不清，那便笑。那样的场合下，什么话笑就对了。天知道，笑到最后我脸都要笑僵了。可没过多久，京中便有了我寡言少语、性子高冷、不好相与的传言，顿时邀请我的人少了大半。我自是乐得清闲，可也十分不解，本小姐出门脸都要笑烂了，他们是从哪看出我性子高冷、不好相与的？我的随侍丫鬟梨儿闻言，忍不住从身后拿出一枚铜镜递给我。小姐，要不您对着铜镜自己笑笑看？我接过铜镜后，努力扯了扯嘴角。镜中的少女明眸皓齿，五官明艳，眉目间不自觉流露出的凌厉，竟令她微微扬起的嘴角显得有些不自然，怎么看都像是不屑一顾的嘲笑。我忍不住皱了皱眉，下一秒，镜中的嘲笑又转变成了厌世的冷笑。果真是不好相与。我顿时泄了气。梨儿，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回到漠北，你说呢？梨儿不赞同地摇摇头。小姐身份尊贵，老爷说过，小姐永远都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不过小姐，今日奴婢路经前厅时，似乎听到国公爷与夫人已经在商议您的婚事了。我的婚事？难不成阿爹阿娘根本就没打算再带我回边关？不行，我得去问清楚。我连忙起身朝着阿娘的院子走去。阿娘似乎料到我会来寻她，看见我立刻冲我招了招手。悠悠，你来的刚好，天香阁刚送来几匹时新的缎子，来看看，喜欢哪个？阿娘给你做2身衣服。我提起裙子，快步走了进去。阿娘，你和阿爹是不是打算将我留在上京？阿娘摆弄缎子的手并未停，头也未抬地点了点头。是啊，你阿爹都留京任职了，我们还会去干什么？我一时未反应过来，满脑子只有阿娘的那句还会去干什么？不回去了。阿娘，不行，你们不能这么无情，将你们唯一的女儿留在这个吃人的地方。阿娘，这上京一点都不好玩，我们还是快些回去吧。见我越演越过分，阿娘抬起头，翻了个白眼，提起嗓门冲我喊道：崔悠然，你爹娘都要留在上京了，你是要自己回去吗？我看你这耳朵是得找个大夫好好治一治了。都留在上京？我瞪大了双眼，那我岂不是每日都要参加那些无聊透顶的宴会？可阿爹阿娘都留下了，我总不能自己回边关吧？阿娘伸手点了点我的额头。你呀，都是可以嫁人的大姑娘了，怎还是如此不稳重？嫁人也不是不行。我轻咳了2声，试探道：不知阿娘给女儿挑了哪家郎君？阿娘被我气笑了，却也知道我的德行。她一边拿起手边的红色缎子在我身上比划着，一边无奈地说道：正与你阿爹商议。不过悠悠，听阿娘的，找夫君一定要找个老实听话的，莫要寻那些个招蜂引蝶的。找夫君要找个招蜂引蝶的？我看着阿娘，微微蹙了蹙眉，这是什么标准？招蜂引蝶，那不就是要寻那最俊俏的？是了，
毕竟阿爹当年就是上京第一美男子。就算后来阿娘随阿爹驻守边关多年，如今归来，依旧是上京贵夫人眷人人艳羡的对象。崔家家训：男子只可娶妻，不可纳妾。像阿爹这般俊俏又深情的，整个上京都找不出第二个了。所以听阿娘的，准没错。可是上京最招蜂引蝶的有2个，我该挑哪一个呢？这么想着，我忍不住将心中的疑问说出了口。闻言，阿娘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崔悠然，老娘定要将你这空耳的毛病好好治治。眼见阿娘即将伸手来抓我，我立刻起身拔腿就跑，临走前还不忘冲着阿娘挑了挑眉。阿娘，这也不能怪我啊，阿娘您自己当初就选了个最招蜂引蝶的，女儿这是传承您的优良品德。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跑去。回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起刚刚的问题。阿娘自幼便与我说过，比起站在原地等着好运降临，女子亦有权去主动追寻幸福。莫要因为莫须有的尊严去在意他人说些什么，自己的欢愉才应该放在首位。就算最后结果不如意，我的身后亦有他和阿爹为我撑腰。话虽如此，可如今我也明白，阿爹阿娘为何会在入京后突然开始这般着急地为我议亲。崔家手握重权，阿爹虽已交出一半的虎符卸任留京，可阿兄还在边关守着，所以我的婚事若不尽快定下，定会被用来大做文章。既然留在上京已是定局，那我崔悠然的婚事也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从床头掏出一本名册，提笔圈出了2个名字：谢无郎、谭岩。阿娘诚不欺我，那些宴会却是了解京中现状最快的法子。多日外出，我也算是掌握了多条一手情报。若无意外，如今京中最受女娘欢迎的莫过于谢家小侯爷谢无郎与逍遥王世子谭岩了。巧合的是，他们的为人家世皆双双在我的可选名单之上。谢家小侯爷谢无郎，当今皇后娘娘的亲弟弟，风华绝代，俊美无双，一双桃花眼便是看狗都深情。可唯一的缺点便是性子太过孤傲高冷。我本就空耳，再寻一个话少的，日后还如何联络感情？何况算起来，这谢无郎还比我小上1岁，8成还是个叛逆期的少年郎。相较而言，逍遥王世子谭岩便好上许多。传言谭岩虽长得不如谢无郎妖孽，可却有着温文尔雅的气质，笑起来也令人如沐春风。最重要的是，他洁身自好，待谁都一视同仁，情绪极度稳定，定不会因为我空耳便做出不可控之事。一辈子很长，既要嫁，便要嫁个令我舒心愉悦之人。我提起笔，在谭岩的名字旁画了个大大的圈。只是怎样才能拿下他呢？上京爱慕他们的贵女犹如过江之鲫，可打听了这么久，却未能打听出他们心仪的女子该是何模样。我合起册子，准备主动出击。传言谢无郎最喜美食美酒，是上京有名的老饕，而谭岩却爱好诗词歌赋，是诗会酒会的常客，要寻他们还是容易的。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还未等我出手，便有人自己寻上门了。在连续多次偶遇谢无郎后，我才顿感有些不对劲。这谢家小侯爷似乎是故意的。那日分析完过后，我便将目标放在了谭岩的身上。但不凑巧的是，淮南水灾，陛下临时派遣逍遥王世子去淮南赈灾。我前脚刚想应下凤英郡主的诗会邀约，后脚谭岩便带着人去了淮南。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狠狠咬了一口天香楼的水晶肘子。出师不利啊！但是没关系，阿娘说过，选夫婿除了夫婿本人外，他的家庭环境也很重要。凤英郡主谭薇便是谭岩的亲妹妹，她的宴会便是谭岩不在也是要去的。毕竟先考察下逍遥王府内部也很重要。谭岩是否真的如传言中那般洁身自好，而未来的婆母跟小姑子又是否好相与，这些都是需要我亲自去查探一番的事。宴会当日，我打扮得很是低调，却还是在进门时就被凤英郡主堵了个正着。崔姐姐，我回过头便看见凤英郡主缓缓朝我走来。此刻的她身着一袭水蓝色的衣裙，搭配紫色披帛，眉眼如画，额前的玉色吊坠随着她的步履悠悠摆动。传言不虚，果然是名满京城的第一贵女。
郡主安好。我朝他微微俯身行了一礼，他连忙上前扶住我，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艳。崔姐姐好相貌，难怪阿兄。说着，他连忙顿住，随后拉起我的手就往后院的方向走去。姐姐莫要叫我郡主，我名叫谭薇，姐姐唤我阿薇便可。原还担心姐姐会不来，紧张期待了一上午，如今得见姐姐身影，我很是开心。早就听闻姐姐喜好芍药，我们王府的花园里刚好养了一大片芍药花，如今开得正好，我带姐姐去看看。我虽有些不适应她的自来熟，也没全部听清她在说些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满满善意。与我参加其他宴会时不同，谭薇似乎真的很想亲近我。逍遥王府后院的芍药花开得美极了，能看得出主人定是日日精心打理过的。我阿兄最善此道，这些花都是阿兄亲自种的，也是他亲自打理的。如今开得正好，姐姐可还喜欢？竟是谭岩亲自种的，果真是好花。没一会儿，一名婢女走了过来。郡主，王妃寻您过去。今日逍遥王府设宴，谭薇需要去前院迎接那些前来赴宴的贵女。她拉着我，有些不舍。我朝她笑了笑。阿薇莫急，我不走，就在这里等你。闻言，她这才喜笑颜开。那姐姐，我去就来。说罢，她立刻转身离开。这性子审美倒是与我很是合拍，我心中不免对选择谭岩的满意度又提高了几分。梨儿，你说郡主长得这般貌美，那柿子也定然不会差的，对吧？梨儿赞同的点点头，却也忍不住给我泼了一盆凉水。小姐，可不止您一人这么觉得。刚刚一路走过来，奴婢可是见到了不少人家的小姐，8成啊，都是跟您一个目的来的。这谭世子都不在府中，还能引来这么多贵女，果真竞争很是激烈啊！我陷入了沉思，怎么就这般不凑巧，谭岩不在呢？罢了，先拿下他的家人也不是不可行。这般想着，我抬脚走进了芍药花田不远处的亭子中。刚刚坐下，便听见身后出现一名男子的声音：“见过崔小姐。”我转过头，顿时被眼前男子的相貌惊在了原地。唇红齿白，眉眼如画，那吹弹可破的皮肤竟生得比我还白，一袭红白配色的锦袍在他的身上散发着恰到好处的贵气。果然，长成这副妖孽的模样，便是见多少次都还是会惊叹，上天不公啊，竟让这绝世美貌生在了一名男子身上。原来谢无郎今日也来了逍遥王府，难怪逍遥王世子不在，今日还能有这么多贵女赴宴，感情另有他有啊。小侯爷，我起身行了一礼，却还是在心中忍不住泛起了嘀咕，怎么最近我走哪都能碰到谢无郎？不是说他行踪不定，连亲姐姐相邀都鲜少露面的吗？难不成我是哪里得罪了他？也不可能啊，京中多的是想要与他偶遇的贵女，便是花了重金买来他行踪的，也鲜少能真的碰见他。而我进京不久，便是传些谣言，也不可能将我与他放在一处。还是说传言有误，这位主就是单纯爱到处闲逛？算了，遇上便是缘分，更何况他本就在本小姐的备选名单中，且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小侯爷有何事？谢无郎似乎很高兴能在此见到我，也很意外我能识得他的身份。下一秒，他立刻扬起了一抹灿烂的笑容，那明媚的模样差点晃掉我的心神。崔小姐，先前多次遇见，还未能好好与小姐相识一番。在下谢无郎，今年17，长相略可，才华略可，家世嘛也略可，有宅子，有银子，有铺子，还有一个正在当皇后的姐姐。除此之外，谢府上下除了我祖父外，皆无人敢对我未来的媳妇指手画脚，而我祖父也只会帮着我未来媳妇对付我。我知道崔府近期有为小姐择婿的打算，不知小姐和崔府有何具体要求？谢某知今日所谓有些过于冒昧，但事急从权，谢某只知任何事只有自己去努力争取过，才能下定论，有冒犯之处，还望小姐海涵。到底是谁在说她高冷又寡言？这不是笑得挺好看的吗？还有，这嘴里叽里咕噜说啥呢？择婿？谢无郎怎么知道我要择婿？姐姐，考虑考虑我可以吗？考虑他？我瞪大了双眼，谢无郎在说什么？
让我择婿时考虑考虑他，生怕是我又空耳了。我连忙转头看向梨儿，一旁的梨儿也被谢无郎的一番话惊得张大了嘴。见我看过去，他轻咳了一声后，凑到我耳边说道：“小姐，他说让你择婿时考虑下他。”看来我没有听错。且不论别的，看来这谢无郎不仅长了一副好相貌，连眼光也生得这般好，加分加分。我克制住即将上扬的嘴角，一本正经地看向他。小侯爷说笑了，婚姻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能是？话还没说完，谢无郎便向我走近了2步，语气蛊惑地打断了我的话：“姐姐，你仔细看看我，我比谭岩那家伙长得好看，比他年轻，身体也比他强，还比他有钱，家中关系也比他简单。虽说我身上的爵位不值什么钱吧，但是我闲啊，日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姐姐做想做的事。姐姐，考虑考虑我，好吗？”我顿时感觉周边都变热了起来，忍不住抬起手扇了扇，随后看向梨儿：“梨儿，我娘是不是出门前让我早些回去吃饭来着？”梨儿慌忙地点点头：“是的，小姐，出门前夫人是这般说的。抱歉，小侯爷，我娘喊我回去用膳，先失陪了。您说的这事儿啊，咱们改日再议，改日再议。”说罢，我拉过梨儿，便朝着花园外的方向匆匆离去，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少年看着我的背影，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情。真是妖孽，长成这样，让人如何说得出口拒绝的话？我急匆匆赶回了崔府，回到房间坐下，便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崔悠然，给我冷静一点，不就是男人当面给你示爱了吗？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刚刚冷静下来，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另外一道声音。可是这个男人还真不是一般的男人，他可是全京城乃至整个大夏最受欢迎的男人之一。更何况活了17年了，有活的男人当面与你示爱过吗？更别说这么俊俏的了。我使劲摇摇头，将脑中那些奇怪的话甩出去。不过也是奇怪，今日谢无郎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可我竟然能完全听清他在说些什么。我起身从抽屉里掏出了那本册子，提笔在谢无郎的名字后也画上了个圈圈。相貌好，家世好，性子嘛，也不像传闻中那般孤傲清冷，8成与我一般，被人误传了。还有，他这般又争又抢，属实让我有些招架不住。算上这次，这半个月里，我已经碰见他7回了。天香楼之行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因着他的缘故，我才吃上了天香楼最有名的水晶肘子。而第2次，则是源于一次英雄救美，不，更准确地说是美救英雄。谁能料想到，名满京城的谢家小侯爷竟会被一群女子围追堵截的狼狈不堪。本着第一次见面时那份水晶肘子的情谊，我便让他上了我的马车暂避。衣服都被拽烂的谢无郎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向我道谢：“今日多谢崔小姐了，不如我请你吃天香楼的8宝钟吧，这东西可是比水晶肘子还要复杂。天香楼的大厨1月才做5钟，凑巧的是前2日我刚刚订到了2钟。”我本想拒绝，却因为8宝钟的诱惑太大，便没出息地答应了。本以为那次过后再无交集，可没想到那凑巧般的第3次便又来了。3日后，我替阿娘去安华寺上香，临走前想着在佛祖面前摇根签问问姻缘，谁知摇签筒时力道使得太大，导致那根签飞了出去，刚好砸中了躲在佛堂左边睡觉的谢无郎。当时的谢无郎一手捂着脑袋，一手捏着那根桃花签，精准地看向我：“崔小姐，你也是来求姻缘啊？巧了不是，也不知哪里来的运气，竟然天降上签，这签定是佛祖的旨意，告诉我，我的有缘人已经出现。”我臊红了脸，根本不敢承认那根签是我的，匆匆与他告别，便离开了安华寺。而后面的几次更是离谱，不是碰上谢无郎在巷口被狗撵，便是他买走了最后一份我爱吃的桃花酥。到底是谁在说谢小侯爷行踪难寻的？这不就是典型的京城街溜子吗？看来谭岩回来前，我不能再见到他了。总得两相比较下才能下结论，不是吗？万一那个会种花的逍遥王世子更加合我胃口呢？能种出那般出彩的芍药，一看便是个细心温柔的男人。更重要的是，
那个谢无郎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崔悠然虽然貌美无双，但也不至于让谢无郎这样常年身处花丛中的贵公子一见钟情，非我不娶。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并不喜欢这种事情超出自己掌控范围的感觉。我不出门，可那谢无郎却总是来刷存在感。也不知这谢无郎从哪得知我的喜好，连续2个月，崔府日日都能收到谢家送来的礼物，全都送到了我的心坎上。别说，还真是有些心动了。2个月后，逍遥王父子终于回了京。回京那日，陛下在宫里为他们举办了庆功宴。淮南一行，逍遥王父子以身作则，日日去堤坝上与百姓士兵一起抵抗大水。整整1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让被大水冲垮的一切得到了缓解。庆功宴上，我也第一次正式见到了逍遥王世子谭延。令我惊讶的是，他竟与我在漠北游历时遇到的一名志同道合的好友燕环亲长得一模一样。环亲，此次治水，你功不可没，朕要大大的赏你。说吧，想要什么？陛下谬赞，此次赈灾皆是父王还有大家的功劳，臣不敢居功。环亲不必自谦，若无你的那套治水论，只怕淮南的百姓也没有这么快脱离苦海。你想要什么，朕都会满足你。环亲，燕环亲，谭环亲，原来如此，我顿时觉得没意思极了。宴席散去，我跟着阿娘出了宫。宫门外，谭薇叫住了我：“崔姐姐。”我回过头，冲她微微一笑：“郡主。”谭薇对着阿娘行了一礼，随后抬手挽住了我：“崔姐姐，城南的铺子到了一批新首饰，姐姐随我一起去看看吧。”我看了看阿娘，阿娘冲我点点头后便上了马车。一路上，谭薇都有些欲言又止。我歪过头看向她，率先打破了沉默：“阿薇应该不是单纯来找我去看首饰的吧？”谭薇低下头，语气有些不安：“崔姐姐，我知道这般骗你不好，也知道应该先征询你的同意，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阿兄一个解释的机会。”我冲他微微摇摇头：“无碍，有些话我本就要和他说清楚的。”马车很快便到了城南的首饰铺，我随着谭薇一起下了马车。厢房内，谭延早早的便坐在了里面，见我进来，他急忙起身迎了过来。“阿然。”我避开他的手，朝他一一拜：“世子。”他有些失落，却还是温柔地看着我：“抱歉，阿然，没能及时与你坦诚相告，是我之过。”我并不想与他绕弯子，直截了当地问道：“谭环亲，我只问你，你我相遇，到底是意外还是你有意为之？”谭延沉默了下来，片刻后对我道出了真相：“对不起，阿然，一直以来，逍遥王府依赖的都是陛下，而我要做的也是为陛下分忧。我承认漠北之行是我有心为之，但与你的相处并不是假的，我对你的心意也不是假的。或许现在说这些你并不会相信，可是阿然，陛下与逍遥王府都绝无害崔家之心，便是连我接近你的初衷，也是希望争取一段可以解决许多麻烦的姻缘。”我努力地集中精神去听清谭延在说什么，可在别人眼里，却是我的脸色越来越差。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遇到何事都稳如泰山的谭延露出那般惊慌无措的表情。“对不起，阿然，是我错了，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相识的机会。”重新相识，或许是个不错的提议。老实说，谭延并没有欺骗我什么。世家子弟在外行走之时，本就不适合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何况他也并不是为了害我崔家而来。好在环亲的名字并没有骗我，相识多年的默契并不是假的。谭延瞬间便知道我不再与他计较之前的事。“阿然，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谭延，字环亲，是逍遥王谭斐的儿子。”我冲他微微一笑：“环亲，我是悠然，崔家嫡女崔悠然。”与谭延说开之后，我就要离开，谁知刚走出首饰铺子，我便又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此时的谢无郎正站在对面酒楼的2楼窗户处，眼神悠悠地看着我。见我看向他，他又露出了一副有些惊喜的表情。没过一会儿，那神色又转变为了委屈。真能演。虽是这么说，可我的心中却不免泛起了一股心虚之感。不是，
我心虚什么？我忍不住瞪了他一眼，随后收回目光，立刻上了马车。夜半，我提着酒走进了阿爹的书房。阿爹，阿爹笑着朝我招招手，悠悠来啦。我将酒壶放在了桌上，顺势坐在了阿爹的对面。阿爹揉了揉眉间，冲我和蔼一笑。入京这么久，可有看得上眼的？我长长的叹了口气，随后用双手托住了下巴。阿爹，这京城里的人是不是都个个人均800个心眼啊？一门婚事而已，怎么比行军打仗还累？阿爹伸手点了点我的额头。听说谢家那小子亲自跟你求亲了。想到谢无郎那副妖孽般的脸，我顿时红了脸。不过是个冒昧张狂的小子，那算哪门子的提亲？那逍遥王世子呢？比起谢无郎，这谭言行为举止都更为稳重些，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心怀大才之人。我冲着阿爹眨了眨眼睛。那阿爹是更看好谭世子喽？阿爹微微摇了摇头。阿爹只看好悠悠看好的人。可是，悠悠，陛下已经有意要为你举办招亲会了，再晚些，阿爹也撑不住了。我抬手为阿爹和自己各倒了一杯酒，轻轻抿了一口。谭言虽说人品、家世、才貌都是上上选，逍遥王府背靠陛下，倒是可以让他放心。而谢无郎虽有个当皇后的姐姐，可皇后不会无子，谢家也无权，亦是那位心中的上上之选。阿爹笑着摇摇头，不考虑别人了，或许还有更合适的呢。我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满脸骄傲地对着阿爹说道：我是谁？崔国公的嫡女崔悠然，就当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男儿。阿爹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看是最好看的男儿吧。被阿爹戳破了心思，我不置可否。谁让我有个京城第一美男称号的阿爹？我找的夫婿，才华可以比不上阿爹，但是相貌嘛，当然不能辱没我崔家的美名。在陛下的授意下，长公主出面举办了一场招亲宴会，京中世家贵族无婚配的公子贵女皆可参加。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陛下为我举办的招亲宴。京中世家哪家的公子会参加此次招亲宴？而我崔悠然的未来夫婿又会是谁？一度成为了京中的热门话题。更有好事者在赌坊中开了赌局，有赌户部尚书的嫡子的，也有赌陛下的亲弟弟康王的，也有赌陈国公世子的。京中未婚的公子们被猜了个遍，可却始终无人赌谢无郎和谭言。令人意外的是，招亲会当日，谢无郎和谭言却是前后脚入了席。见到京中最受欢迎的2名男子入了座，众人有些哗然。这代表着逍遥王世子谭言和谢小侯爷谢无郎都有意求娶崔国公嫡女崔悠然。当下那些来了宴会的便转了心思，既知争不过，那便留下看个热闹，看看这谭世子和谢小侯爷到底谁才会成为那个抱得美人归的人。而此时的我正跟着长公主一同向这边走来。见到谭言和谢无郎，我丝毫不意外，而我心中也有了答案。很快，我便跟着长公主走到了主位之处，见过长公主殿下。长公主环顾了一周，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后，便看向了众人。今日招亲会，诸位皆可向有意之人表达心意，可机会只有一次，还望诸位珍之惜之。今日招亲会采用了流水线的形式，贵女们每人都有个单独的亭子，以不同颜色的纱帘遮之。对之有意的公子，可隔着纱帘表明心意。若姑娘被打动，便会将代表自己颜色的那朵花赠予对方。我的亭子被设在了花园的最深处。谢无郎是来得最快的，我刚刚坐下，便听到了纱帘外他的声音：姐姐，无郎最近有些心中郁闷，夜夜难眠，可否请姐姐帮帮我？这话孔雀，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小侯爷请说。谢无郎向前走近了2步，随后压低了音调，轻声问道：那个问题，姐姐可有了答案？少年的声音如泉水一般动听，刻意压低的音调让这声音也逐渐染上一丝蛊惑之色。我顿时感觉自己又开始热了起来。小侯爷，我阿娘说过，找夫君要寻个老实的，招蜂引蝶的坚决不能要。谢无郎有些委屈。那姐姐，日后我都戴面具出门，只让你一人看可好？我敛起所有神情，站起身，掀开了纱帘。小侯爷，有些话我只说一遍，
我崔悠然的夫君，这辈子只能有我一人，我做不来对夫君事事顺从的贤良淑德之派，甚至若日后我的夫君有一丝背叛的行为，便是有一点风声，我都会将他碎尸万段。听完我的话，谢无郎也敛起所有的玩笑神色，目光坚定地看着我。我谢无郎今日以我的容貌和财富起誓，若日后但凡有一丝背叛崔悠然的行为或想法，便叫我这辈子下辈子都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话音刚落，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谭岩来了。阿然，他似乎看懂了什么，眼神祈求地看着我。阿然，别！我将手中开得正好的芍药花缓缓递给了谢无郎。我崔悠然愿意嫁给谢无郎，永不悔。选择谢无郎是那晚我与阿爹商量好的结果。谢家无权，也从不贪权。比起逍遥王府，这是一张更为安全的牌，相信陛下也会满意这个结果。谢无郎虽不是什么有大才之人，可他却够聪明。我喜欢聪明人，也喜欢与我说话时能让我听得清之人。更重要的是，我对他那张脸实在没有什么抵抗力。相识多年，谭岩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苦涩一笑，对着我轻轻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开。翌日，赐婚的圣旨便颁了下来。谢无郎高兴坏了，将他祖父司库中所有的宝贝都送到了崔家。阿娘虽不满谢无郎那副招蜂引蝶的相貌，却架不住他嘴够甜。没2日，便哄得阿娘乖宝长乖宝短。阿爹倒是有些嫌弃他那副绿茶做派，可最后还是没能抵住他四处搜罗来的好茶。我有些无奈，可心中却很是高兴。阿娘说过，无论对方是何模样性格，选夫婿不能只选一个对自己夫人好的人，而是要选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谢无郎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世人只知他俊美无双的美名，却不知他在医术上也有极高造诣。盛极必衰，谢家子弟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却需要学会保护自己。所以谢无郎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学习药理。他并不是什么同情心泛滥之人，却愿意在安华寺附近开设一家收留弃婴的善堂，而那些弃婴大多都是女孩。他似乎天生就是个共情能力极强的人。尾声，成婚那日，谢无郎喝多了，他穿着一身喜服，抱着我，哭得伤心。呜呜呜，姐姐，我终于娶到你了。你都不知道，撒娇好难。可只要姐姐喜欢，便是要我一辈子这般哄着姐姐都可以。悠悠，我还知道你的秘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随后凑到我耳边认真地说道：悠悠，日后我就是你的耳朵，别人的话不想听便不听，不想笑时便不笑，遇到危险时，无论你反应多慢，我都会挡在你身前。小爷身体好，不怕燥。我蜻蜓点水般吻了吻他的脸，抬手放在了他的腹部。身体好？有多好？不会是骗我的吧？他顿时红了脸，抓住我的手便将我压在了榻上。姐姐一会就知道为夫的身体好不好了。谢无郎番外，我是谢无郎，外人眼中俊美无双，却没心没肺没有前途的谢家小侯爷。外人说什么，我丝毫不在意。他们懂什么？我天生会投胎，生在了这般富贵的人家，不好好享受，干什么上赶着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何况爷爷和阿姐早就说过，只要我不惹祸，便一辈子都是富贵无双的谢小侯爷，以后也会是儿孙满堂的谢侯爷。16岁那年，我对刚入京的崔国公嫡女崔悠然一见钟情。大殿之上，众人兵荒马乱般的到处乱窜，只有她独自巍然不动地站在原地。有魄力极了，我要娶她，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于是第一时间我便进了宫求阿姐。得知我要娶亲，阿姐高兴坏了；得知我要娶崔悠然，阿姐瞬间变了脸。你这夯货，阿姐怎么教你的？莫要沾染是非。崔家是什么人家？掌握大夏1半以上的兵权，你要是娶了她，你让陛下如何想我谢家？我却不以为然。咱谢家又没有要扶持的皇子，清白得很。阿姐被我一噎，随即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拽住我的耳朵。不管如何，都得人家姑娘愿意。谢无郎，你若是敢干出什么威逼利诱良家少女的事，小心老娘扒了你的皮。得到了阿姐的首肯，
我开始琢磨起了接近他的办法。他似乎很爱参加宴会，虽然那些宴会很无聊，但是能见到他却也值了。时间久了，我发现他似乎耳朵不是很好，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是一副微笑的模样。看他长了一副明艳的五官，那般笑起来总让人觉得另有其意。时间久了，京中那些贵女便开始说他拿巧，不好相与。他们懂什么？崔悠然不好相与？那成娇善堂的那些老人孩子为何会那般喜欢他？世间多的是眼盲心瞎之人，可我谢无郎绝不是。媳妇当然是自己找得好。于是我开始有意地与他制造偶遇。他真的如我想象中的那般可爱，没想到他竟然也喜欢吃水晶肘子和八宝钟。京中可鲜少有贵女爱吃肘子这样的油腻肉食，果然有眼光。更爱了，怎么办？我开始人人仔细打听他的喜好，可没想到打听回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崔家开始有意为他择婿，而他竟然有些中意谭岩那个庄货。什么眼光？谭岩有我俊，有我有钱吗？不行，我得换个路数了。不出我所料，逍遥王府的宴会，他果然去了。我算准了时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与他说话时，我刻意在重点地方加重了音调，保证他一定会听清我的话。姐姐，考虑考虑我好吗？话音刚落，他竟然脸红了。这招有用，原来他喜欢这个调调，有救了。别的不说，谭岩成天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怕是这辈子都学不会小爷这套。今晚定要去天香楼吃个肘子，就庆祝庄货提前出局。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